伟岸的身姿，矫健的身手，过人的胆识和智慧，那个男人他回来了。在丹尼尔·克雷格最后一次出演007的电影热映之时，本期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位硬汉特工的故事。话不多说，这就开饭。黑白画面下，邦德来到叛徒瑞安的住处。瑞安有恃无恐，他认为邦德只是个没杀过人的新兵蛋子。话没说完，就被一枪击毙。邦德冷哼啊，算上你，我杀了2个。因为此事，邦德被授予了007称号，拥有了杀人执照。镜头一转，邦德和队友来到马达加斯加，监视目标巴脸男。队友太拉胯，导致对方察觉危险，拔腿就跑，邦德只能自己上。巴脸逃到了大使馆，自以为就此平安。邦德哪管你这个呀，当我这死，2枪下去，分别击毙巴脸男，并全身而退。从对方的包里搜出了炸弹和手机，发现了短信里的省略号。邦德袭击大使馆的事儿搞得英国很没面子，军情六处领导人 M 还得负责擦屁股。回到家，他发现邦德正在悠闲玩牌，发泄不满后，语重心长地劝他不改掉你的自负，迟早会吃亏。邦德并没有往心里去，他还惦记着短信的发送地址。顺着手机信号，他一路跟到巴拿马的海洋俱乐部，略施小计就得到了目标特雷斯和同伙拉西弗的信息。利用特雷斯好赌的弱点，邦德轻松赢走了他的车。至于老婆，就是顺手照顾，没别的意思。裤子还没脱呢，他就得知特雷斯今晚要去机场，于是他赶紧追着人过去，在暗处被特雷斯制住。反杀对方后，邦德发现他留下的行李袋被人取走，他跟踪对方到机场。今晚这里会试飞世界上最大的570型号，要是他被炸了，股票就会大跌，拉西弗就能大赚一笔。邦德一路追击，及时停下了对方驾驶的油罐车，并在驾驶室扭打的过程中将炸弹拆下挂到了对方身上。对方浑然不觉，按钮一点，被炸碎的只有他，还有拉西弗的心呢。阴谋失败，他反欠了极端组织1个亿。为了追回损失，拉西弗拿出看家本领，邀请10位玩家赌牌，赢家只有1个人能拿走1.5亿现金。M 直接交代任务给邦德，赢光拉西弗的钱。走投无路的他就只能找军情六处求助，一定会套取出更多信息。计划商定，邦德和会计琳达假扮情侣前往参与赌局，两人一路拌嘴，相互推理对方的短处，谁也没占到便宜。车上听说2人要同一间房，琳达调侃这间房应该给2个房间。邦德回怼，放心啊，单身女士不是我的菜。到达酒店，邦德拿到了装备，豪车1辆，外加枪支和急救品。见到接头人老马后，他提醒2人，你们孤立无援。晚上开局前，琳达教会了邦德西装款式不同，气质也自然不同。赌局开场，邦德故意诈败，摸清了拉西弗打牌时的习惯。休息时，他将窃听器放进了拉西弗的喷雾器里。他和琳达刚来到拉西弗的房门外，就听到里面的债主正在逼债，冤家路窄，只能肉搏。邦德摔死1个，另1个特别抗揍。要不是琳达帮忙打掉他的枪，恐怕邦德就没了。回到房间，琳达躲在浴室里瑟瑟发抖，她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死人。邦德将她搂在怀里，无声安慰着。调整好状态，第2局开场。不料牌一开，邦德傻眼了。原来拉西弗利用了自己的习惯忽悠邦德，赢走了他所有的钱。邦德不甘心呢，他希望琳达把财政部额外拨款的500万拿出来。琳达直接拒绝，万一再输的话，我们都得完蛋。气氛下，邦德差点动刀杀人，被人群中的胡子男拦住。他是 CIA 特工莱特，他告诫邦德，你要有信心，一定赢的。钱我可以资助你，只要把拉西弗交给我们。至于赢的钱， CIA 从来不缺钱。回到牌桌，邦德开始逐渐挽回局面。拉西弗见状，赶忙用了第2招投毒。邦德中招后一度找不着北，好在军情六处隔空指导，加上琳达救治，才把他拉了回来。这下拉西弗没招了，结局可想而知，1.5亿飞了。于是他用上最后一招人质战术，活捉了邦德和琳达。2人被分开审问，他负责问出密码，不然就让邦德体会到蛋碎的痛苦。尽管疼得哆嗦，邦德还是咬紧牙关硬扛。就在他要从太字变成大字时，一个黑衣男走进来，不由分说击毙了拉西弗。得救后的邦德沉浸在了温柔乡，并让人去抓了那间老马。他只想和琳达过完余生，为此还发了辞职信。好景不长啊，琳达去银行取钱时 M 打来电话，邦德这才知道那笔钱没有转回财政部，而是被琳达取走。他急忙冲出去，看到琳达在和一伙人交易，对方发现了邦德，瞬间劫持琳达作为人质，双方火拼起来。经过一番苦战，邦德杀光了所有人，可琳达却决意赴死。即便邦德有化头附体，也无力回天了。随后 M 告诉他真相，琳达的男友尤瑟夫
被拉西弗的组织劫持了，他也真心爱你，那些钱他既想用来救男友，也想保你平安。挂断电话后，邦德从琳达的手机里发现了联系人怀特，他直接杀上门，准备来一场硬核 talk。洋人回去的路上虽遇拦路虎，但邦德还是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军情六处，在意大利的一处接头点。M 说，尤瑟夫的尸体前不久被发现了，但经过 DNA 检验，尸体不是同一人，他很可能还活着。他需要邦德保持理智，别为爱冲昏头脑。琳达死后，邦德变得更加冷漠，因此想也不想就说我很好。面对询问，怀特有恃无恐，还往邦德伤口上撒盐说，要是琳达没死，我就让你加入我们组织，给老板当工了。M 打断他，你老板又不姓蔡，别扯没用的，赶紧交代你组织信息啊。怀特笑得更开心了，我们组织无处不在，不信你看呢。话音刚落， M 旁边的保镖米克就开枪叛变了，邦德一路追击，经过一番苦战将其击毙。折返回接头点，怀特已经逃之夭夭。M 相当郁闷呢，米克在他手下做事8年，怎么说叛变就叛变？他本人屁股更是比脸还干净，查不出问题。唯一线索是他钱包里的几张钞票，那是他们追踪拉西弗时用的特制款。就在最近，他又开始流通了。现在，在一个叫史莱特的地质学家手里，邦德赶到地方，刚进门就被史莱特偷袭，最后成功反杀对方。处理好伤口，邦德索性假扮他取走了箱子，并上了卡米尔的车。他试图套出怀特的信息，但对方并不知道这号人。打开箱子，里面是一把枪和卡米尔的照片，被误会了。邦德被赶下车后，抢了身后追兵的车，继续跟踪卡米尔。卡米尔来到港口，质问男友格林：“我帮你查人，你却派人来杀我。”格林很痛快地承认了，他直接摊牌：“我知道你接近我是想见到杀你父母的仇人马将军。”马将军考完后，格林向他保证加入我们组织，1周内你就能统治玻利维亚。作为报酬，你送我一片沙漠就行。马将军看地图，那沙漠一文不值，也就爽快答应了。格林顺势将卡米尔交出去，祝他们玩得开心。躲在暗处的邦德见情况不对，直接动手抢人。惊险的海上追逐后，两人成功逃脱。安置好卡米尔，邦德坐上了接应的车，向军情六处汇报进展。军情六处直接拨通了 CIA 的电话，对方的态度过于敷衍。M 听出端倪，授权邦德使用喷射机，条件就一个，带个活口回来审。飞机上，格林和 CIA 谈了笔交易，只要美国不干涉玻利维亚的政变，到时候挖到的石油就归美国。下机后，他赶往当地的大型歌剧院，准备和组织的成员秘密开会。数千人的歌剧院很适合隐藏行踪。邦德紧随其后，打晕一人抢走了耳机后，偷听到了一些信息。他适时打断他们，趁机拍下了离场成员的照片。过程中，又有个保镖被邦德推下楼，然后被格林的司机灭口。尽管邦德解释他已经很温柔了，老 M 还是停了他的信用卡和护照。无奈下，邦德只能求刚洗清冤屈的老马帮忙。2人得以来到玻利维亚机场里，总部派来费兹传话，命令邦德原路返回。邦德不屑一顾，3人来到当地约好的宾馆。邦德一看，扭头就走，这儿太小了，2个人没法滚呢。于是换了家豪华酒店后，邦德成功说服了费兹。琳达死后，他就解锁了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技能。晚上，他们受邀参加了格林举办的宴会。格林宣称，他们组织的计划是让地球重现绿色，希望大家踊跃捐款。筹款时，卡米尔再次出来搅局，格林气得差点把他推下楼。邦德直接将他带上了车，半路遇到2个警察借口查车，打开后备箱，里面是重伤昏迷的老马。俩警察的枪法太差了，子弹全都招呼到老马身上了。邦德虽然将他们解决，可老马却死在了他怀里。临死前，他还希望邦德不要恨琳达，更不要被仇恨蒙蔽理智。收拾好心情，2人租了架飞机前往格林拿到的沙漠。刚起飞没多久，他们就遇到了拦截，只能跳机逃生。走回酒店还没来得及休整， M 就接见了邦德。不久前，格林带人杀了费兹，还给他全身涂满石油。这一幕致敬了1964年的007金手指。邦德现在的行为太出格了，必须押回伦敦。邦德肯定不能接受啊，毕竟进度条快撑不住了。于是他打晕了押送他的特工，从莱特那儿套出情报后，坐上卡米尔车，直奔格林和马将军交易的旅馆。2人分工合作，一个干格林，另一个杀马将军。混战中，卡米尔一枪击毙了马将军，邦德误以为卡米尔牺牲，撇下格林就跑，及时救下了卡米尔。他们找到受伤的格林，邦德并没有杀他，扔给他一罐饮料后，他们将他扔在了方圆30公里无人居住的沙漠。吻别过后，邦德前往俄罗斯找到了尤瑟夫，这次他克制住了自己，将对方交给了军情六处。告别了 M， 他独自一人离去，并扔掉了琳达的那条项链，这代表着他彻底放弃了过去。科普啊，
这部《007量子危机》拍摄时遭遇了全国编剧罢工潮，剧组是硬着头皮拿着没写完的剧本边拍边写，因此成品质量不尽如人意。这天，邦德来到军情6处一处据点，里面的同事都已经遇害，记载了全球特工名单的硬盘也被夺走，他被迫撇下受伤的同事和搭档伊芙一起去追击。穷凶极恶的胡子男跳到火车顶上，邦德也跳下去和他激烈搏斗起来。面对全球特工的安危，M 果断下令伊芙狙杀目标。伊芙不慎击中邦德，让对方逃走，邦德坠河，生死不明。3个月后，M 替邦德写了讣告，单方面宣布他的死亡。同时，由于名单的丢失，首相很不满，他指派马洛瑞接管 M 的工作，2个月内完成交接。M 直接拒绝，事情没做完，他绝不会退出。回去的路上，下属告诉他硬盘正在被人解析的消息，对方利用他的账号在军情6处总部登陆，并发来文字命令他忏悔。还没解决堵车问题，远处一声巨响，总部化为灰烬。沉浸在酒精温柔乡里的邦德看到了总部遇袭的消息，才返回伦敦。由于 M 下令开枪，他心存芥蒂，所以才没有返回军情6处。M 没有辩解当时的情况，要么死你一个，要么他死。现在我会安排人重新评估你的状态。由于总部遇袭，所以新总部移到了防空堡垒下。邦德伤势未愈，评估结果很不乐观，但 M 坚称他顺利通过了。马洛瑞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说了句祝好运的客套话就走。好消息是，胡子男的身份查到了，他将在当天前往上海。从军需官 Q 那儿领取装备后，邦德前往上海。他一路追踪胡子男来到一家公司门口，看到对方杀死值班警卫，才跟进去。对方察觉到了他，但直到将对面的男人狙杀，他才和邦德扭打起来。搏斗中，邦德追问名单的下落，还有他背后的组织，但对方直到坠楼身亡都没有交代。而对面的黑衣女看到这一幕，却丝毫不慌。从胡子男的箱中，邦德发现了一枚澳门赌场的筹码。与此同时，幕后黑手公开了名单的其中5名特工。M 顾不上许多，直接下令将所有特工都撤回来。同步信息后，邦德和伊芙来到了赌场，分头行动。利用那枚筹码，邦德兑换了400万欧元。之前的那名黑衣女赛弗过来搭讪，邦德一眼就看出她是被胁迫的。他提出要见那个男人，拯救苍生是我的责任呢。赛弗说：“你有1小时，如果能从监视我的3个保镖手里活着，来船上找我。”他前脚刚走，邦德后脚就跟保镖干了起来，搞定。他让伊芙留下清场，那400万就送给你随便花了。随后，他如约来到船上，和赛弗一起洗起了鸳鸯浴。天亮后，他们被带到幕后黑手迪亚哥面前，邦德暗中发送了求救信号。迪亚哥不掩饰自己曾是 M 的下属，他对邦德的过往一清二楚，那份名单就在他手上。他试图拉拢邦德入伙，只需要动下鼠标，想要什么都有。他将邦德拉到广场，比试枪法，看谁能射中赛弗头上的酒杯。邦德怕误伤赛弗，于是故意射偏。迪亚哥不懂怜香惜玉，将赛弗击杀。估摸着救兵快来了，邦德干脆利落地击杀了迪亚哥的所有手下，将他活捉。面对曾经的上级，迪亚哥自顾自地向 M 倾诉着自己的委屈。因为你的错误指挥，我被敌人活捉，饱受折磨。我服用氰化物胶囊，结果没死成，还被严重毁容了。可我还是没有交代一个字儿，你们却背叛了我。M 懒得听下去，扭头就走。他还要去参加听证会。迪亚哥的操作让国内反对派呼吁取缔军情6处，他不能缺席。半路上，他跟邦德揭发了他的真面目。他曾是最优秀的特工，可他后来变本加厉，差点挑起中英2国战争。我为了和平，用他换了6个特工的平安。Q 在破解迪亚哥电脑时，被提前埋伏的病毒反入侵了系统。迪亚哥趁机逃脱，邦德一路追击，追到了地铁上。从地铁上的线路图里，邦德瞬间明白，迪亚哥的目标是去听证会杀 M。面对警告， M 不动如山，坚持要留在现场。他稳重地阐述了军情6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刚说完话，迪亚哥就带人杀到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邦德一枪打爆灭火器，趁乱救走了 M。他决定拉上 M 来招反客为主，把迪亚哥引到他的主场去。负伤的马洛瑞支持了邦德的计划，还嘱托 Q 手脚利落点，要是被首相发现了，大家都得凉啊。邦德选定的主战场是他小时候居住的庄园，如今已废弃多年，附近几十公里都无人居住，很适合解决一切问题。在老管家凯德的帮助下，防御工事很快构筑完成，就等迪亚哥上门。傍晚时分，迪亚哥的第一队人马杀到，在他们都被消灭后，他本人才坐着直升机放着装逼哥杀到。装不过3分钟邦德就利用煤气罐做了个简易装置，一声巨响爆消了迪亚哥的直升机和大队人马。
看到远处的火光，他意识到 M 还没死，于是和剩余的手下追了过去。手下拖住邦德，他继续追击。在一座废屋，他追上了身负重伤的 M， 正要同归于尽时，邦德及时赶到，一刀带走了迪亚哥。可 M 伤势过重，最终死在了邦德怀里。数日后，伊芙为邦德带来了 M 送他的遗物，一个披着国旗的斗牛犬。马洛瑞接替了 M 的位置，和邦德一起继续合作下去。墨西哥的亡灵节当天，街上到处都是庆贺的人群。邦德来到指定地点，架好狙击枪，瞄准了目标斯艾拉。他听到对方和人协商今晚炸毁体育场，并找个叫苍白之王的人，正要扣下扳机，他就被对方察觉，这下暗杀成了面对面干了。斯艾拉混入人群逃走，邦德穷追不舍。科普一下啊，这部《幽灵党》拍摄时，克雷格本人腿部受伤，需要静养9个月，但他是硬撑到电影拍完，敬业精神值得学习啊。他冲进对方的直升机，最后邦德扯下对方的戒指，将其和飞行员干掉，扬长而去。回到军情6处，马洛瑞发起了牢骚，邦德这一闹，直接把特工处推到风口浪尖，那边可是一直想解散他们。邦德不在乎地说：“您能处理好，我就是去那儿度个假。”临走前，他还不忘跟主管邓比打了个招呼。晚上，伊芙到他家送东西，凭感觉他知道邦德有事隐瞒。邦德播放了 M 生前的录像，原来他刺杀斯艾拉是 M 生前的手艺。他还不忘提醒邦德别错过葬礼。至于查苍白之王身份的事儿，就得伊芙来做了。整理物品时，邦德发现了自己以前的资料，还有和养父的合影。他本想从 Q 那儿顺些装备，结果只领到了定位装置。软磨硬泡下， Q 才答应帮他隐身48小时。结果出个门上个厕所回来，他就把分给009的豪车开走了。反正那家伙还在拍《快乐星球》，哪有空开车呀？邦德耐心等到葬礼结束，才和塞拉的妻子唐娜聊了2句。晚上，他从2个杀手那里将他救下，发动说服技能后得到消息，塞拉的组织幽灵党今晚要选人接替他。邦德委托朋友保护唐娜后，直接赶去了地点。凭借那枚戒指，邦德混了进去。从这群人的谈话不难推测，幽灵党的势力遍布全球，犯的罪行罄竹难书。组织本想除掉那个苍白之王，可塞拉死了，得另外找人。一名肌肉壮汉接下了任务。这时，将脸藏在暗处的 BOSS 朝邦德打了招呼，邦德急忙跳窗逃走，壮汉在后面紧追不舍。车上，邦德快速把情况告诉了伊芙，伊芙也查到了苍白之王的身份，就是怀特。豪车装备不太给力啊，邦德只能在夜色掩护下跳车逃走。壮汉看到车子沉底，自以为邦德凉了，但真正凉的只有马洛瑞和 Q 的心呢。邦德马不停蹄地赶到奥地利的一座雪山小屋，怀特已经身中剧毒，时日无多了。他为幽灵党服务了一辈子，可 BOSS 越来越出格，最后甚至向他下毒。他女儿斯旺知道线索在一美国人身上，希望邦德保护好他。说完，他饮弹自尽。邦德来到斯旺工作的场所，闲聊过后，直接表明来意。斯旺表现得很抗拒，将他拒之门外。邦德思考对策 ，Q 找上门来，奉马洛瑞的命令带他回国。那台300万的豪车没了10小时，抓到把柄，大家都得死。邦德却不愿意放弃，他坚信昨晚看到的幽灵党 BOSS 就是他养父的独子兰斯。为了拖延时间，他请 Q 再查一下那枚戒指。这时，他看到壮汉把斯旺劫持上了车，也急忙追了过去。经过把飞机开出快车的惊险，将人救下。他们回到旅馆后 ，Q 告诉他们，经过分析，拉西弗、格林、怀特、迪亚哥，他们都是幽灵党的成员。最近，他们越来越猖狂，全球的犯罪事件都有他们的身影。紧急情况，邦德让 Q 回去协助马洛瑞，他继续追查幽灵党。Q 也知道轻重，一口答应下来。随后，斯旺带着邦德来到名为美国人的酒馆，发现了怀特在房间里隐藏的密室。从里面的老式电脑里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坐标，很可能就是幽灵党的老巢。他们连夜坐上火车前往目的地，路上壮汉又来搅局，有惊无险处理到对方后，两人互相用肉体安慰了对方。下车后 ，BOSS 派人来接送他们，他正是兰斯。兰斯得意洋洋地炫耀起自己的成果，邓比是他的人。现在军情6处已经完蛋，主推的监控系统今晚上线，世界就将落入他们手里。琳达海姆的死也都是他策划的。轮到说折磨邦德的原因时，就有点掉牌面了。小时候，养父将爱分给了邦德，让他极度不爽。策划雪崩事故谋杀父亲后，他逐步成立了幽灵党。动机和计划说完，他就准备送邦德上路。毕竟你丢掉的只是生命，我失去的可是父亲的爱呀！邦德硬扛了2次钻孔伤害后，斯旺跑过去，他趁机把炸弹手表交给他。斯旺瞅准时机一扔，兰斯被炸伤，邦德趁爆炸拉上斯旺一起跑，一枪打爆燃气管道后，幽灵党基地化为废墟。回到伦敦后，斯旺说他接受不了打打杀杀的生活，选择退出。邦德和马洛瑞走到半路就被劫持了。
对方将邦德绑到总部大楼时被其反杀，他走进大楼里，见到了阴魂不散的兰斯，爆炸只伤了他一只眼睛，他还要跟邦德再玩一局，3分钟后这栋楼就会倒塌。斯旺还在这栋大楼里，就看邦德是救出他还是祝孤生。众所周知，这种给主角留时间的游戏，主角总能笑到最后。与此同时，马洛瑞和 Q 揭发了邓比的罪行，成功阻止了系统上线。搏斗中，邓比摔下了楼，领了盒饭。炸弹爆炸前，邦德救出了斯旺，安全离开了大楼。他发现兰斯想跑，急忙驾快艇追出去，几枪打中了引擎。最终，他没有杀死对方，而是将其交给了马洛瑞处置。不久后，邦德找上了 Q， 又索要了一辆豪车。毕竟带美女兜风，没有豪车哪成啊？至此，丹尼尔·克雷格主演的前4部007电影到此落下帷幕。随着这部007无暇赴死的上映，他的007生涯也将画上句号。5部007历时15年，这中间的艰辛，只有亲历者最清楚。当年克雷格被公布为第6任007饰演者时，业内一片哀嚎啊！在那之前，他几乎没有演过主角，而同期的上百个竞争对手可谓是大牌云集，有参演过亚瑟王的克莱夫·欧文，大家熟知的狼叔休·杰克曼，即将在新蝙蝠侠电影中出演企鹅人的科林·法瑞尔。当时被质疑和谩骂，各种负面消息铺天盖地，让克雷格本人也曾经失眠过。但好在他没有让大家失望，他成功带来了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缺点并存的硬汉特工形象，这就是观众想要的詹姆斯·邦德。拍完《幽灵党》后，克雷格曾经迷茫过，不知道是否能继续出演007。好在有制片人和家人的支持，他得以继续出演，完美的结束这个角色的故事。不管下一任007会是谁，我们都不该忘记克雷格这15年带来的精彩演绎。同时呢，也仅以本期视频怀念第一任007的饰演者肖恩·康纳利。演员于去年10月31号去世，享年90岁。这部告别作无暇赴死口碑如何？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。不喜欢的，那您看完吐槽2句就走人就是；喜欢他的会觉得他圆了您的一个梦，感激他陪伴了我们一段人生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